此时已经50多岁的阿曼拉莫维奇，身穿一套非常得体的高档西装，发型也整得非常利落，再加上身材保持得不错，此时完全看不出半点中老年人的痕迹，看着也就40岁上下的样子。安东尼奥见到阿曼拉莫维奇的那一刻，谄媚就已经深深地刻在了脸上。这个刚才还放话要杀了叶晨的黑手党，此刻在阿曼拉莫维奇的面前，就像个盼着爷爷给颗糖吃的孙子。阿曼拉莫维奇此时表情倒是非常淡然，他看着安东尼奥，微微带着几分居高临下的姿态，开口道：“安东尼奥，这么晚还在这里等着迎接我，你辛苦了。”安东尼奥受宠若惊，慌忙说道：“先生您客气了，能为您服务是我安东尼奥的荣幸，也是整个扎诺家族的荣幸。”说着，他连忙又道：“阿曼拉莫维奇先生，我已经让人准备好了丰盛的晚宴，请您移步庄园宴会厅吧。”阿曼拉莫维奇摆摆手，淡淡道：“晚宴不晚宴的倒是无所谓，我在飞机上已经吃过了，只是这么晚了，还要辛苦茱莉亚小姐等着我，实在是有些不好意思。”安东尼奥人精一般，一听这话，自然就知道阿曼拉莫维奇话里的意思。其实他这次邀请阿曼拉莫维奇来纽约家中做客，其根本目的也是希望能够将自己20出头的女儿茱莉亚嫁给阿曼拉莫维奇。而阿曼拉莫维奇自打上次迎娶海伦娜的野心失败之后，便痛定思痛地悟出一个道理：以他特殊的身份背景，其实在整个西欧都备受排挤，甚至连他的足球俱乐部都被英国佬以正义为由从手中抢走。这种情况下，他要是还想娶一位欧洲皇室的公主，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。再加上东欧的局部战争打响，他在西欧的处境就更加艰难。而且现在的西欧对阿曼拉莫维奇来说已经越来越难混了。以前他是经常出现在媒体头条的成功商人，现在他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在西欧，每天都有各种抨击、讽刺他的新闻登上头版，电视上只要一提到他就准没好事。纵使他心里再强大，被这么轮番的鱼龙混杂也有些扛不住了。而且这种不被待见的时间长了，阿曼拉莫维奇自己也觉得没什么意思，所以他琢磨了一下，干脆放弃了西欧，转而来美国换个环境生活。而且阿曼拉莫维奇心里也很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，整个西方社会都不太欢迎他，很多产业就算是到处拉人投资，但如果自己说要入股，他们也肯定会把自己拒之门外。所以阿曼拉莫维奇便觉得，干脆来美国暂时找个合适的地方养老，顺便再给自己找个合适的临时新老婆。美国对他来说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地方，要是东欧局面还能缓解，那自己将来还有机会重新以一个成功商人的身份杀回西欧去。如果东欧局面越来越差，干脆就留在美国，靠着亿万身家躺平养老算了。正是因为他动了这个念头，于是便开始在美国本土寻找一些能够相互合作的关系。可是找来找去，那些在美国有一定能量的人里，除黑手党之外，几乎没谁愿意跟他拉近关系。安东尼奥之所以能够入了他的法眼，究其原因，还是有一个漂亮的女儿。阿曼拉莫维奇经历过多次婚姻，但都以失败告终。前段时间迎娶海伦娜未果，最近也就一直没能物色到一个合适的女人。安东尼奥的女儿茱莉亚年轻漂亮，而且安东尼奥也投其所好，告诉阿曼拉莫维奇，自己的女儿对他非常崇拜，如果可以，自己愿意将茱莉亚嫁给他，让他感受到美国家一样的温暖。若是放在以前，
阿曼拉莫维奇肯定是瞧不上一个黑手党的女儿，他毕竟是世界知名商人，黑手党在他眼里又脏又臭，自己娶一个黑手党家族的女孩子，那就是自降身份。可是眼下情况特殊，他在西欧与欧美人的眼里也同样变得又脏又臭，不太招人待见，所以与黑手党联姻对他来说倒也不是那么的难以接受了。而且茱莉亚长得确实漂亮，意大利血统的年轻姑娘，身高差不多178公分，这样的女孩子简直就是火辣的性感尤物，而且关键是年轻，美好的年华才刚开始，能与这样的年轻美人共同生活，对阿曼拉莫维奇来说还是有些吸引力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找人调查过茱莉亚的背景，别看她是黑手党家族的女孩子，但出奇的干净，而且洁身自好，据说到现在连男朋友都没有交过。这一下就让阿曼拉莫维奇期待不已。他这头老牛平时也没少吃嫩草，可这种又青又绿、完美无瑕，而且还是头一茬没被吃过的嫩草，对他来说就有些难得了。再加上茱莉亚虽然不是什么欧洲皇室的公主，但到底也是黑手党老大的女儿。安东尼奥的家族在整个纽约的地下世界都有着绝大的影响力，自己要是娶了她，在纽约绝对横着走，那些媒体也绝对不敢再写稿子讽刺挖苦抨击自己，毕竟自己是黑手党的女婿，谁敢乱写乱报，说不定哪天就有人在大街上一枪崩了他。所以只要娶了茱莉亚并且在纽约定居，阿曼拉莫维奇就能过上一段无人叨扰的安生日子。也正是这个原因，他才把安东尼奥的家作为自己来美国的第一站。他盘算的是，只要与茱莉亚定好婚约和婚期，自己就在长岛买一套豪宅先安顿下来，然后跟茱莉亚把婚结了，先潇洒一段时间再说。而安东尼奥想的也很简单，美国这种地方不是墨西哥，也不是哥伦比亚，黑社会本身就不可能成为主流，所以自己在美国混黑社会，其实天花板也是很低的。华府虽然对黑手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前提是黑手党不能过于壮大。这种感觉就像是华府养了一条柴犬，从他刚生下来的时候就对他的体型早有了心理预期的范畴。这条狗长不大倒还好说，一旦这条狗长成了秋田，华府不说把它生宰了吃肉，也起码要一刀一刀把它活活从秋田割成柴犬。要是还敢再发展，那就再割一轮，反正框架就是个柴犬的框架，哪怕你想成为一头大象，也要把你削回去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只能找助理来帮助自己寻找新的突破。财大气粗又被整个欧美社会抛弃的阿曼拉莫维奇，自然就成了他最好的选择。另外，我的新频道历史印记馆已上线，欢迎观看订阅。